师傅啊，刚进去仨，包括黄志强在里面，别的就没什么动静了。但我觉得会不会里面有其他人？这小区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全封锁了。行，我去看看啊。周队，宝贝啊，给我来支酒。来给我。辖区内特勤刚给我返回消息，韦伯豪4号楼606的咨询室是个幌子。黄志强可是道上有名的中间商，像他这样的人啊，弄2把喷子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呀，还是老老实实把龟壳给背上吧。哎，免了吧啊，齁沉的，穿上倒躲不开了。哎，老关，你就别上去了，好，你也别上去了，在这陪着老关吧。周队，我们真的不需要申请巡查，还有特警支援啊。2个支队在这荷枪实弹有备而来，再叫增援，不怕人笑话啊？各组注意，疏散楼道的居民，行动！你好，我是楼下业主，你家漏水了，把你家地板都给俺泡烂。我家没漏水，你咋没漏了？漏一手了。开门，赶紧开门！我跟你讲，不开门我打110了。开门啊，快点！行，等着啊。别动，都别动！别动！别动！扣着。哎，老周，哎，搞定了，搞定了。啊！哎，过来，怎么才4个，还少1个呀？老周，交给你了。咱们还是别往里进了，抓捕行动毕竟有风险。像你这种水平的人，不干刑侦工作可惜了。我弟弟的案子你知道吗有耳闻。你觉得里面有什么疑点？案件细节我不清楚。不是因为是我弟弟，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官队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如果是你的话，应该能看出很多蹊跷。不好意思，官队，漏了1只啊。腿没事吧？哎，我给你喷点药吧。哎，不用，这点小伤过2天就好了。说你，哎，越来越不济了啊！这都让你挂彩。不是你还好意思说啊？啊，不都怪你没控制好局面，嫌些这么办？叫人家就5个人，那上去6个，
一人按一半不就完了吗？你还指望我给你腾个缓冲带啊？这他妈老屁股啊，打死都不肯说。看庄小弟呢？还小弟呢？那一个个胸大无脑，那胸都多少的了都，知道个屁呀！知道。我们从黄世强家里和公司起户的现金里确实有部分连号，而且跟曹艳茹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连号是吻合的。现在这个人证物证都有了，关键是怎么找到他雇来的杀手呢？哦，这是黄世强的手机，我们发现里面有一条在案发2小时之后收到的信息。给他打过去。姓王的。喂。喂。哎，那个强哥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那钱你还好意思要吗？啊？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们活干得那么漂亮，凭什么不给钱？剩下那20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瞎他妈嚷嚷什么？啊？又把警察都嚷嚷来了？哼，不可能！那帮傻逼这会儿正纳闷这车震杀手怎么又杀人了呢？绝对牵扯不到咱们身上。白痴！你说什么？我说你白痴，谁让你把那女的杀的？不是网上说那个杀手从来都是杀一男一女的吗？再说了，我们多杀了一个，又没让你加钱。加他妈屁钱啊！啊！你把雇主都杀了，还他妈好意思要钱啊？啊？你事先也没说他就是……别他妈废话！我告诉你，这买卖算是赔到家了。强哥说了，20万没有，最多10万跑路。啊，拿着钱赶紧滚蛋，避避风头再说。兄弟，你这别跟个娘们似的唧唧歪歪了，银行转账容易被查出来。这样，我拿现金给你，咱找个安全的地儿交易一下。啊，拿了钱赶紧离开京港。这他妈得盯到什么时候啊？别废话。哎，老关来了。我说老关，你这买贴膏药买到爪哇岛去了啊？这大半夜的药店很难找啊。淤血还没化开，得贴在淤上面。再贴这儿就行了。怎么样啊？啊？还有辆黑色的奇瑞在这儿都绕了2圈了。技术队查了他的牌照信息，是个汽车租赁公司，2个小时前刚租出去的。车主是用身份证登的记，所以现在凶手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知道啊。总有贼是笨死的，那还不下手啊？哎，不着急，小王他们跟着呢，而且前面路口也都封锁了，跑不了。等他们拿钱的时候，再抓人，啊！保险柜，保险柜，保险箱边上停辆垃圾车，你看见没？看到了，看到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赶紧联系向阳环卫。啊，车牌号码报给他们，查一下这个车的出境情况。欧了。核实过了，是正常的清理工作。那什么，
出勤车辆和出勤人员都准确无误。保险箱已经转移到垃圾车上了，收缩范围。等他们上垃圾车翻钱的时候，我们就上垃圾车里面翻他们。哎呀，这你妈什么味呀！你他妈赶紧上来帮我找啊！你他妈！海港队的案子还麻烦你们长风队了，辛苦你们了。捎带手的事儿，哎，这太客气了。你想呢，在专案组多卖卖力，回头我再给你调2个探子。好嘞，白局，您就放心吧。行，这交接的也差不多了，辛苦你们啊！哎，客气客气，客气，慢走啊。好嘞，白局，慢走啊。你们那边暂时先不要把案件破获的信息对外透露啊。我跟老白是商量过了，命令肯定是会下的，但要说全支队上下做到滴水不漏，这我可不敢保证。哎，对了，那个叫董涵的，他是在什么媒体？金港头条。这消息都是从他们那儿出去的。目前关注这个系列案件的媒体有很多，但金港头条往往是第一个披露消息的，而且他们的网络电子版也是每天及时更新的。能不能把这些媒体记者给请过来？那感情好啊！一下逮那么多记者，市局就该让我脱衣服了。不，我不是说把他们放在对立面，我是想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合作一下，让他们给凶手散布一下假消息，这样对咱们破案也有利。关队，您这话是说的不错，但是你们也知道，这帮记者可是无利不起早的。咱们现在能给他们什么好处？咱们可以向他们承诺，一旦破了案，就可以向他们全面公布采访和报道。更何况，咱们希望他们帮咱们散布的是凶手已经归案。我想，无论这消息是真是假，还是挺有冲击力的，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吧？行，那小周，一会儿让刘队到我办公室去。哦。哎，关队，物证鉴定中心说对捷达车的那个视频有初步成像的结果，问咱们什么时间去看？都这个点了，物证鉴定中心还有人吗？那就明天白天。如果没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叫他们把还原好的视频资料发过来就行了。好。哎，对了，如果不断的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就不能还原那辆车当天晚上全部的行驶路线吗？不断的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这个筛查的工作量会呈几何倍数不断的增长啊。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知道，我就是这么一问。交管局的监控录像一般能够保存多长时间？一般是5年啊，这个还是关队你告诉我的。好，瞧我这记性，岁数大了。喂，华子，我是洪峰啊，想麻烦你，咱们局里能不能帮忙调取一下春节期间案发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监控录像？时间是30晚上9点到12点。好，多谢啊。
这是怎么回事？替海港支队抓了几个白痴，你竟然能够宣称车震杀手归案了？你看看，市局上上下下都在问我这件事，你怎么解释？我说周去哪儿？你小子刚当了几天队长，你就不想干了是不是？怎么会搞成这样？我没让刘长勇跟媒体说这些啊。刘长勇？啊！去，把他给我叫来。哎，去。放心，老刘这雷只是仗势扛的。等案子一破，我就去坦白啊。老刘啊，帮人帮到底，你再帮我应付一下顾局。他到我办公室嘛，都为了破案。媒体暂时会跟我们保持口径一致，但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咱们得赶紧找出案子的突破口，大家说说意见。为什么都一样啊？你说什么？连续作案的凶手会随着作案次数的增加，逐渐完善技巧。可这名罪犯尽管第一次作案后清理现场时间稍长，但技巧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善。没错，凶手从第一次作案就已经具备了非常完善的反侦查技巧，这一点确实罕见。那会不会凶手之前还实施过其他类型的犯罪，只不过没有伤及人命，所以我们并没有筛查出来？当初案件的筛选标准是什么？暴雨的天气，幽会的男女，清理的现场，反映出强迫症的特征。听上去，只有第3项属于犯罪标记。对，我们没有把前2项排除特征作为犯罪标记，只是范围越清楚，筛选起来越方便。怎么着，范围出了问题？只有第3个条件是最难发生变化的。凶手第一次作案，也许和天气以及目标对象都无关。你们从一开始就错误地限定了范围。已经找到的4起案件当中，并没有包含他第一次杀人。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第一案。那你的意思是，重新筛查，找到这家伙的第一案。筛查条件就一个啊，专家只有2，案卷几千本，咱们手上就这么几张牌，我看1个星期都查不出来。暂时放弃筛查除命案之外的其他暴力性犯罪案件，优先审查 G 次组卷号的。物证鉴定中心催咱们去看看捷达车的监控录像。不是说可以传过来吗？邮件发送好像违反鉴定中心的保密规定吧？我去一趟吧。要不要一块儿？也好，我给关队当回司机。您是王主任？关队长，我是鉴定中心的王志格，欢迎啊。您好。这位是？这位是海港支队的顾问韩斌。啊，欢迎欢迎，来。首先是这段车内的凶案视频，我们根据支队的要求，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像素处理。还有这个红色的盒子，我们已经尽可能在技术上做了处理。
这是个 L 吗？很抱歉，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这些可以拷贝给我们吗？都在这里。谢谢。那些交通的监控视频呢？我们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根据这辆车的10个角度进行了高度锐化的像素处理。点击任何一幅都可以看到1200万像素的格式。至于能够发现什么，我就无能为力了。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哎，你看这还原度这么高，这应该是……好像是不能灵异类的挂件，可惜没拍到凶手的面孔。目前也就倒车镜里面的挂饰是我们作为排查线索最有价值的东西。听说凶手已经落网了。是，不过案件的部分细节我们还是需要完善。我们希望能够排除这辆车的嫌疑。王主任，那这些哦都在 U 盘里。如果技术上需要我们支持的话，我们会尽力而为。行。那我们就先走了。好，谢谢啊，随时联系。目前只能把倒车镜上面的饰品和可能的轮胎品牌作为筛查嫌疑车辆的特征，但我觉得作用不大。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把重心重新转移到寻找凶手的第一案上，而这方面的进展还是值得期待的。是啊，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这次的定位还是很精确的，凶手的第一案往往会暴露出更多的线索。说到定位，还是你提醒我的。哎，你洞察力这么强，为什么要刻意掩饰啊？大概是胆小怕事吧。毕竟是顶着我父亲的名义来协助工作的。不过，关队上次提起你弟的事，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也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啊，随便聊聊。其实也是觉得你能够理解我。能理解。恕我冒昧，关队，你脸上这道疤是……哦，如果不方便说的话，那是2年前的一起案子。我得到线报，市局查了3年的军火走私案，那天在红安码头进行转移。情况紧急，在大队到来之前，我带着周巡和武玲玲先过去了。周巡跟我过去，玲玲守在外边等增援。这边快点，警察已经发现我们了。他们负责指挥的匪首叫霞姐，她好像知道我们要来，所以转移的速度特别快。我担心他们在增援到来之前先跑光了，所以就进行了干扰。都别动，把手举起来。
那个集装箱太黑了。关队，案子破了吗？破了。印象中，我在新闻里见过你弟的照片，你们是人生兄弟。关队，印象中，我在新闻里见过你弟的照片，你们是孪生兄弟。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起灭门案，并不是冲他去的？喂，是吗？好，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找到了。找到了。龚老师，找到一起5年前的案件，没有雨天，地点也不是在车内，被害人也并非一男一女，但是凶手把现场清理得非常干净，整个现场都没有搜到半枚指纹。确实很像，冷却期很吻合。而且卫生间的毛巾和香皂都使用过，之后又整齐地恢复了原位。即便是在会反侦查的罪犯当中，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留一部分人把剩下的案卷筛查清楚，其他人跟我回支队。关队，相关的物证呢？已经通知市局物证科去调取了。技术队过去盯着，天黑之前我要看到所有的证物。好。来，说说案子。5年前的这起案子，案发地点是在杏林路以西的自由行快捷酒店206号房间。尸体是第2天早上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从尸检情况推测来看，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8点半左右。被害人吕四平，男，41岁，户籍登记地是博物馆西大街，但实际情况是婚后他一直住在妻子的家里，无业。
曾因赌博和敲诈勒索被西城分局2次处以行政拘留。自由行酒店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他没有打开视频监控，很难说这是因为凶手的运气好，还是他刻意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基本情况都是来源于酒店服务人员的目击证词。据悉，案发下午2点左右，吕四平携一名穿着日式、打扮时髦、浓妆艳抹的年轻女性来到酒店，并且亲自用身份证登记开了房，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女子离开的时间。根据当日酒店的行程安排，在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有一大批旅行团入住酒店，想着应该是趁着人多混乱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女子的离开。死者是被勒颈窒息而亡，可以看出发现尸体时，他是俯卧在双人床还有卫生间的夹道中间，可以看出他的左腿是蜷曲的，右腿是伸直的。值得注意的是，死者的指甲被清理过，也就是说，死者在被害的时候，很可能因为反抗，所以指甲里留下了凶手的皮肤细胞。就凭这一点，就不是一般罪犯做得出来的。不光是如此，凶手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不但清理了所有的指纹，连被害人的指纹也清理掉，而且他还重新摆放了屋内所有的物品。我们现在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是杀害李迪森的凶手第1次实施的谋杀。即便在犯罪标记上非常的符合，可以判断出是同一个凶手所为的。可是我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就是凶手的第1案呢？凶手作案后，把整个房间收拾得整洁有序，却任由尸体像烂泥一样卷伏在地上，这体现出凶手对被害人极度的侮辱和藐视。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案明显暴露了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情感上的关联。行了，我知道了，马上去啊。市局政治处来了，老刘，你跟记者队盯着吴正科，我过一趟，你们继续。哎，我是星辰啊。桂队，刘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局政治处的马主任。哦，马主任，你好。不用了，你就是支队长周巡。对，是我。你们分局应该接到通告，要求你们对关洪峰回聘的事情做一说明。顾局长没有跟你说吗？告诉了，顾局第一时间就跟我说了。那个您放心，我们一定在市局要求的时间内递上这份说明。顾局长没跟你说，在事情调查期间，关洪峰不得参加刑侦工作。那个关洪峰是这次案件侦破的核心力量，要是停了他的职，恐怕会对案件侦破的进展会有影响。现在关于这起系列案件的真假消息四处乱飞，除了媒体胡乱猜疑之外，很多都是从你们内部泄露的。不是，马主任，他这个事情吧，他是当时因为……不管是谁，事后要查清楚，该打的打，该罚的罚。但是如果像关洪峰这样一个编外的人泄露出去的，责任如何划分？我们有什么权利处罚人家？那等案子破了，所有的责任都往我身上归也无所谓。但是如果现在停了关洪峰的职，那就等于放走了犯人。马主任，您要知道啊，据我们现在了解，凶手已经杀了不下10个人了。你这是什么态度？难道这么多分局抽出的精英组成的专案组，到头来只有关洪峰一个人会破案？马主任，您的电话是海港的白局。喂，老白。哎，我说老白可以呀，一个电话就把马主任搞定了。哼，你们队帮我们破了个大案子，让老白帮你们说几句话，也算是礼尚往来嘛。老关，我该做的可都做了，底下看你的了。已经不止了，我们查到这个吕四平曾经因为敲诈勒索，
被西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当时有个共犯叫高亮，笔录上说是他的发小。找到了，这个高亮去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目前正在京港3监服刑呢。那得了，咱俩去探个监呗。走。带上我吧。哎，那我怎么办？哎，张同志，那我这儿算不算有立功表现啊？还想接着抽吗？哎，就那么一说。四平是我发小，这小子屁股上哪边长了痣，我都知道。您想知道什么，尽管问。你们俩因为敲诈勒索被拘留过，说说当时具体情况。嗨，当时哥俩就是冒充联防，抓点那个打野炮，这个搞破鞋的。干了几起啊？别提了，一次都没成。你这哥俩当时也不知道啊。08年那会儿就已经取消联防编制了，一次都没成过。我是没成，四平好像是成过一次。有个家伙跟老同学在车里打快炮，正好被四平逮个正着。那家伙可能是怕丢了工作，或者是怕老婆知道吧，不但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四平，连手表都撸下来了。那男的好像是个什么大学的老师，反正后来四平又管他要过几回钱。那人开的什么车？这个他好像跟我说过是富康啊，还是巴菲特、捷达、凯文瑞。对，捷达。